我现在面前的是 Moto 刚刚发布的全新折叠屏系列啊 ，Razr 60、Razr 60 Pro 以及 Razr 60 Ultra。我们今天全系盲盒开箱，我们先看一个 Ultra 吧。这里有一枚 USB-C 接口的68瓦充电插头。第一款是什么颜色？1、2、3，当当！这个背面怎么还有一层膜啊？这个是一个植绒的效果，颜色呢是偏墨绿色，它是在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植绒，然后这一圈是一个素皮质感，好家伙！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Alcantara 它的这个效果，这个绒绒的质感加上这个颜色，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迪士尼7宝里边的那个杰拉托尼，对不对？绿色小猫猫，侧面边框是一个墨绿色的配色。现在这款手机是完全没有进行弯折情况下，它的折痕表现这个折痕控制目前看着很好。来给它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弯折。这款官方叫做意式奢绒大家觉得这个颜色表现怎么样？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 Ultra 长什么样子。1、2、3，这个配色就是和潘通定制的，叫做安克拉红。它这颜色呢，如果用我这种比较丰富的有学识的语言来形容的话，就是暗红色。转轴转轴是有金属拉丝质感的，侧面也是具有金属拉丝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其实我个人已经体验过了。1、2、3，当当当当，这是一个拥有木纹后盖的这样一款手机。Moto 应该是大概在也得小10年左右之前，当时就推出过这种具有木纹后盖的手机。木纹是有很清晰的这种纹理感的，它的侧面边框呢是一个金色的。官方把这款的配色叫做鎏金椴木，这是这款屏幕打开的样子，然后这个是这款屏幕闭合时的样子，依然外屏是一个全面屏的设计。我现在把 Ultra 的3款配色同时放在这里，我如果是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把木纹排第1，把绿色排第2，这个排第3。毕竟素皮我见过很多了，但是这两个外观已经有一阵子没见过了。另外在这里我补充一下3种材质其中意式奢绒在3者中算是比较容易沾灰的，所以如果环境中灰尘很大，我建议优先选择另外2个。木纹耐摔度它肯定是要略弱的，如果你很容易摔手机，可以优先考虑另外2个。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 Razr 60 Pro 右下角这是有一个潘通的标志，然后写了一行小字，这个官方的名字叫做摩卡慕斯。好家伙，我也感觉已经闻到这个糕点的味道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它的这个配件布局跟 Ultra 还不太一样，它这里会有一个绑带，也是一个68瓦的充电插头。这是一个素皮质感很细很细的颗粒，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加入了一点类似于咖啡和巧克力奶油Pro 在没有进行折叠的时候，它的折痕表现，给它进行一下人生第一次弯折。这款的边框上有一个专门的潘通定制色，所以这个颜色会不会是今年2025年的潘通流行色呢？我查了一下，果然是潘通2025的年度色这是一种温暖柔和的棕色，满足人们对舒适和简单愉悦的渴望。潘通在这个颜色基础上呢，还增加了一系列的米色、奶油色这配套色，感觉这个色系用于家居装修，又温暖又高级哎呀，它这个盒里这还内藏一个玄机这刚才我们看那个盒的时候没看见，洋红色的手机壳，对不对？细腻柔软的、有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塑料壳，这里用一个绒布来进行相连的，就跟那个手机壳整体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后盖的手感又不一样了。官方把这款的后盖颜色叫做哥特玫瑰，它是一种摩擦力很强的手感，但是它不是像素皮一样。我给大家戴上壳看一下效果。然后闭合的时候这个绒布是展开的，平时的时候这个绒布是收起来的。这个设定还蛮好的。看来今年我感觉 Pro 系列可能它会更偏向于女性市场一些，它的每一款都是接近于这种时尚包包的设计。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配色，它的这个绿色有点像松山绿，对不对？这个绿我会描述它的这个质感呢，是有一点点像做皮草的那种质感，素皮的手感上跟前面2款也不一样。这个 Pro 系列它的侧面边框呢都是光面玻璃。我现在把 Pro 的3款机器摆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3款我个人的话可能金色第1，这个粉色第2，
绿色第3。今年 Ultra 和 Pro 它们2个系列虽然说颜色是不同的，但是整体色系是接近的，也是金色、绿色和偏红色，只不过面向不同人群的时候会采用不同的色彩和材质。那最后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啊 ，Razer 60 3款手机我们一起看，这就是 Razer 60 3款配色，其中这款蓝色呢，它的后盖啊不太像是素皮，有点像是尼龙编织啊这种手感。这款绿色呢，这个有点橡胶质感，白色这款呢有一点点像大理石纹理质感，或者有一点点像贝壳质感。除了这3款配色呢，我之前还拿到了一款粉色我不得不说这个粉色质感还挺好的。蓝色和粉色这2款，我觉得是数字系列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颜色。这一次在耐用度上 Moto 堆料还是很足的。第一个硬件升级，外屏采用了康宁大猩猩玻璃陶瓷材质。在此之前，好像我印象中只有三星 S25 Ultra 采用了这块玻璃。折叠屏领域，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耐摔和耐刮性能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第二个升级，内屏 UTG 玻璃较前代增厚，更耐刮也更抗用，同时折痕减弱。我对比了一下手头几款小折叠的折痕表现Moto 这款我用了一阵子了，已经可以代表日常水平了。第3个升级，铰链使用了钛合金材质，支持多角度悬停，但是呢，在最后一段展开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力去打平。第4个升级，支持 IP48 级别的防水防尘，其中防尘是这一次新加入的。第5个硬件升级，芯片来到了安卓旗舰骁龙8至尊版，电池呢从前代的4000毫安时升级到4700毫安时，有线充电从前代45瓦升级到现在的68瓦，无线充电从前代的15瓦升级到现在的30瓦。第6个硬件其实不能叫升级，应该算是一个改变。前代50 Ultra 呢是1颗主镜头和一枚2倍长焦的配置，而在这一代上回归到了1倍主镜头加上0.5倍超广角这种更主流的配置。主镜头支持2倍光学变焦，所以相当于同时拥有3颗镜头。外屏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依然是全面屏的设定，依然是一个165赫兹 LTPO 的屏幕，依然可以在全屏和半屏之间一键进行切换，在不同的应用当中选择不同的形态，从而实现内容的最大化显示。现在各家小折叠它的适配策略上 ，Moto 这个一键自动切换配合全面屏是个挺好用的适配把屏幕做的尽可能大，然后把选择权交给用户。另外 Ultra 侧面边框新增了一枚 AI 按键你可以自定义是按1下还是按2下功能。如果我们只是点按1下，那么它会进入一个视频功能，比如说这个时候下方看到了吗？会出现一个识图，一个翻译。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识图，这个位置它就会直接搜索出这张图片里可能出现的信息。这里它首先认出了刘烨，然后曾黎是同班同学之一，然后梅婷也是该班级成员之一。第2个功能呢是双击这面按键。双击这面按键之后呢，它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搜索，你可以通过语音实现整个手机的系统操控以及 AI 联网。打开手机的 NFC，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搜索到手机设置中相关的 NFC 功能。我想调整一下手机屏幕的刷新率，这里显示刷新率，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就跳转过去了。刘烨是哪年出生的？然后选择 AI 在线。这里就会呈现出刘烨出生的信息，它还会给你画出一个大纲视图，好家伙还有生辰八字的分析啊。然后下方呢是关于刘烨的一些相关事件。那么除了这枚按键之外呢，本身的开机键它也是一个 AI 开关。比如说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我们可以选择 DeepSeek R1 满血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标准版。帮我分析一下目前股市的情况。好的，用户让我分析当前股市的情况。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日常使用感受我觉得 DeepSeek 可能还是更多的应用于一些分析性的问题才比较好用，一些日常类的问答呀，我个人还是喜欢原本的这个 AI 效果。另外，对于这枚语音助手键，当我长按呼出之后，我也可以点击下边这个相机按钮。如果点击下边相机按钮，这是什么？这是3幅装裱起来的恐龙主题的画作，分别展示了不同种类的恐龙在不同场景中的形象，有的在争斗，有的似乎在活动。画作色彩丰富，具有一定的艺术和科普价值，可能是用于装饰房间或作为恐龙爱好者收藏展示用的。
我就是恐龙爱好者啊！在相机中还加入了一个 AI 私人格调影像啊，用户可以上传5张照片，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照片显示效果，然后 AI 会结合你的调色风格，帮你生成一个专属的色彩表现。除了以上提到的 AI 功能之外，这次 Razer 还加入了非常多的 AI 应用啊，比如 AI 通话、AI 画师、AI 出行、AI 收藏、AI 合影。视频时间有限，这部分呢大家可以自己慢慢去挖掘。最后说一下 Ultra 和 Pro 的差别，除了外观材质上的差异之外， Ultra 的内屏要比 Pro 大了0.1英寸，内屏呢摄像头要弱一些。Pro 芯片是第3代骁龙 8S， 电池呢是4300毫安时，充电速度也要相对慢一些。另外呢就是没有独立的 AI 按键啊，这几个环节就是核心的差异。好了，以上呢就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快速开箱上手，帮大家梳理一下 Razer 60系列有哪些升级和改变，以及 Ultra 和 Pro 又有哪些差异，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